那是他肠子皮啊，那不是粪便啊。没想到我们喜欢的七彩他也会用这一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七彩吃这些东西呢，他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去消化。Hello， 大家好。你是不是也碰过同样的状况？你家那只身价上千上万的那个七彩神仙呢，整日呢在浴缸里面跟大爷一样的在巡逻。突然呢，有一天你回家，你发现他不吃了，然后嘞，他不仅不吃饭了，还把自己搞得跟黑炭一样，肛门后面还拖了10公分的粉条，看起来吓死人了。这时候慌了，怎么办呢？赶快发言到社群里面去，问大家怎么处理啊。这时候下面就一堆留言了，惨啊，这个是鱼界的伊波拉病毒啊，这个是肠病毒啊，没救啦。还有人可能会说，没救吧，等着火化啦。那好啦，那这支影片呢，我们要用最顶级的科学文献来好好探讨肠病毒这件事情。七彩根本没有肠病毒，它们比较容易得肠病，也跟肠子的长度无关。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肠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权威的鱼病学教科书，爱德华诺加教授写的《鱼病学诊断与治疗》里面，七彩神仙拉白便的真正的幕后黑手嘞，就是这2只。Spironucleus vortens， 一只叫六边毛虫，另一只是旋河边毛虫，我们就简称这2只嘞，叫做水族界的小混混，或者是鸡头啊、插头仔。这2个小混混啊，平常就住在七彩的肚子里面，相安无事。七彩的吃汉堡，他们就吃残渣。这大家的小日子啊，过得乐滋滋的，相安无事。但是啊，如果我们换水换太快啊，或是没换水啦，又或是呢，缸里来了一个恶霸，整天盯着七彩啊，看他不顺眼，尾随他，捉他，那这时候呢，七彩是不是就紧迫啦？一紧迫，这免疫系统就直接宣告破产。免疫系统一破，这群小混混啊，发觉哎呦，警察不见咯，于是就在七彩的肚子里面呢，开轰趴，以24小时翻倍的速度开始生小孩。温特盖瑟教授在书里用显微镜看过，如果说是这群虫子太多的话，没地方住，就开始拿着钢盔十字镐，疯狂就去挖七彩神仙的肠壁细胞。这时候你的七彩啊，肚子痛得快升天了，怎么可能吃东西呢？那这大出来的白便又是什么呢？那是被这群混混啊捣到稀烂的肠道内壁黏膜，那是他肠子皮啊，那不是粪便啊。之前有经验看到七彩啊拉白便，我还真的以为是白色的粪便呢，其实不是啊，那个其实就是他的器官的黏膜啊。这样子想起来的话，还真的是蛮痛苦的。接下来这些小混混顺着鱼的血液啊，然后到达鱼的头部，然后在它头上呢咬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这就是所谓的头洞症。这时候我们的七彩啊，不只是肚子烂了，头上还漏水啊，正所谓啊，头上长洞啊，肚底流脓啊。好啦，那问题来啦，这群虫子这么凶残，在亚马逊河里面的七彩没有鱼缸，没有过滤器，没有消化菌，那这些鱼岂不是天天剉赛剉到绝种吗？全球公认的七彩神仙鱼教父海科布莱赫在他的圣经级著作里面，布莱赫的七彩神仙就有写到，野生七彩肚子里也全是虫，但是野生的七彩根本不当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给他们开了3个外挂。其实你也知道哪3个外挂，第一个就是亚马逊河有多大，一只病鱼啊排出一只虫，
那这只虫呢，可能被冲到几公里以外，甚至几十公里以外的大西洋里面去了，其他的鱼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它们不会循环连续被感染。第二个呢，就是原生地的黑水。这边我要郑重的澄清一下，在前几集我们有讲到黑水是智商税，是吧？那这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讨论。没有持续关注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 update 咯。这个野生七彩住在 pH 值 4.0 到 6.0 的极酸的水域里面。学术期刊研究指出，这个黑水里面满满的腐殖酸和单宁酸，能让鱼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直接降到冰点。而且在这种酸度下，那些寄生虫根本就跟泡在酸菜白肉锅里面差不多，没有机会生小孩。也就是说，这些小混混啊，没有太好的环境呢，让它生儿育女、茁壮长大，危害乡里。那第三个外挂就是亚马逊河这么大，今天我打输了，我可以跑到几公尺或是几百公尺之外的地方躲起来，打不过我就跑，不行吗？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压迫或紧迫的问题了。可是，在我们缸里面没办法，我们缸里面最多就是3尺、5尺、7尺，这是最多了。那正所谓抬头不见低头又见了，所以来回几次啊，那个恶霸还是在我旁边，所以紧迫呢无法移除，天天和仇人含泪相视，这精神不崩溃才怪呢。那如果呢野生七彩真的生病了，那他们自己要怎么处理呢？他们还真有方法处理哦。第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他们会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发烧。大名鼎鼎的 Nature 和 Science 在1976年就刊登了雷诺兹教授的研究，证实冷血动物生病时会启动行为发烧。鱼自己没有办法烧到39度，那怎么办呢？那野生七彩发现肚子痛，就会默默地游到太阳晒得滚烫的那个潜水滩，那里的水温高达32到34度。那这群混混最怕热了，34度直接把他们烤到中暑，停止繁殖。然后这个时候呢，免疫细胞再冲出来，把残兵消灭。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全天下养七彩的老手都知道，看到白变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温度加热到32度以上。这是七彩老祖宗用了几百万年的智慧，好吗？第二招就是肚子痛就吃草。其实所有的动物都类似就像是以前小时候家里面养狗，它如果哪里不舒服的话，它可能就自己到外面去吃些草想办法医治自己。没想到我们喜欢的七彩它也会用这一招。海科布莱赫解剖野生七彩发现，它们在干季会去啃水里面的特殊植物的种子和落叶，这些植物含有天然的植物碱，对鱼来说这就是天然的真鹿丸和寄生虫杀手，一边吃一边清肠胃。第三招是最厉害也是最狠的，叫做什么？投胎自愈法。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一些比较弱的生了病会死的鱼那就直接死亡嘛，就被这个亚马逊河里面的鳄鱼食人鱼或一些大型鱼类直接吞噬帮他们超度升天。那剩下的当然就是最强的那一种，免疫力最好、抵抗力最强的七彩。好，我们刚刚讲到黑水，对吧？所以看起来就是黑水在对于鱼的这些肠病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注意这里的黑水是真正来自于原生地亚马逊河里面的黑水。那市售的黑水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或是我们自制的黑水到底需要多少的量或多少的成分？不清楚至少我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黑水是智商税。可是可能对一些真正对黑水有研究的专家们来讲，那黑水是加分的。那再来我们来看看七彩到底是不是肠子太长，所以才容易得肠炎呢？我替你在吹喇叭。我们来看一下亚洲七彩之神苏安怒大师的经典著作《七彩神仙：赤裸裸的真相》。大师解剖过几万只的七彩，七彩的肠子比例在鱼类里面只能算是中等，真正肠子长的是那些吃素的草鱼。真正让七彩容易得肠炎的问题是在于，它们是天生的无胃汉。七彩的胃部退化到几乎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一样分泌强胃酸。我们吃脏东西
胃酸可以直接把细菌化成水。七彩吃脏东西，那病菌啊是直接坐高铁啊，直达肠道。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跟人类一样吃太多，我们为了它长得又肥又壮又大，像盘子一样，也天天喂它吃牛心汉堡，高蛋白高脂肪。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牛肉或是牛心啊，这个在自然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七彩吃这些东西啊，它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去消化。这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鱼缸的温度呢，第一个震荡太大，第二个是鱼缸开得太低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呢就自动减缓。那这下好啦，又没有蠕动，又没有胃酸，一群牛心汉堡就卡在这个 U 型的跑道里面，开始发酸发臭。然后这时候那些小混混呢，哇，就把这些当成什么好吃的麦当劳，疯狂的去抢食。所以啊，肠炎呢，常常跟你喂食的频率和喂食的分量有关。好啦，各位朋友们，避免肠病毒啊，我们就要常洗手，对不对？那对于七彩来讲呢，我们就让它环境呢变成像亚马逊河一样，日常温度呢我们就保持在28到30度之间，然后适量喂食，少量多餐，千万不要把七彩神仙当着神户和牛在养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你有帮助啊。如果你家的七彩呢也拉过白便，变过黑炭，你可以在底下跟我们分享你的血泪抗战史。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